上古奇书《山海经》，说地理，说物产，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远古生存指南，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智语？光怪陆离的言语中蕴含一股子神奇，让书写它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用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让《山海经》再度惊奇。中国人的一生都伴随着一些神话故事，它们大都来自一部上古奇书《山海经》。300多年前，朝鲜国出现一幅天下总图，《山海经》记录的环海套环山、同心圆状的地理格局被清晰地呈现出来，而《山海经》铭刻绘图本则重新勾勒出奇人异兽的清晰图像。神话故事从小听到大，究竟告诉我们些什么？而今一些遗址、古籍记录，甚至出土文物，印证了《山海经》里的神话故事并非是古人的捕风捉影。三星堆出土突出眼眶头像，遥遥指向《山海经》里的奇神异怪。这是一张青铜塑造的脸，眉间上挑，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呈柱状突出眼眶16厘米，两只耳朵好像鸟翅膀一样向外延展，突出的眼球，夸张的耳朵被誉为千里眼、顺风耳。这显然是在告诉我们，面具的主人具有比常人更敏锐的视觉和听觉。为什么神话和人眼它就这么纠结在一块儿？因为这个人呀，眼是心灵的窗户，它最能传神的就是他的眼。所以神话要把它变成一种形象，它必须通过眼睛来表达它的这样，所以就出现了直目人，最后才出现纵目人。令人惊奇的是，一个直目的神灵也被记载于《山海经》中，说他是直目正成，他叫做烛龙。直目正成字面解释为就是竖着长的眼睛，也有一种说法是眼球突出眼眶为纵目，这与三星堆纵目面具的柱状眼睛很相似。上海应该大家最有兴趣，就一个面具，两个眼睛凸出来，实际上它是直目正成的一种演化。烛龙者，属龙也。过去没有这个火字旁，就是个拔蜀的蜀字，画一个大眼睛，里头底下的一个钩，这个钩呢就代表它的蛇身，烛龙的身躯，上面呢就它的直目正成，蜀就是一个长龙，由长神化而来的。它既然是长的话，变成龙，那这个它的创造能力，它的生命力啊，是生生不已的，是非常强大的。纵目面具出土地，古时称为古蜀国。蜀字加上一个火字，就是繁体字的烛。烛龙明显跟蜀国有关。我们再看所有出土文物中，三星堆纵目人的形象和烛龙直目正成的形象是最接近的，因此人们猜测，纵目面具和烛龙密切相关。青铜纵目面具证明人类从远古时代起就渴望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达到肉体的自由与灵魂的超脱。
这是很多远古艺术作品的母题。我们该如何永恒？《山海经》这样描述烛龙的：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成。他不吃不睡不呼吸，睁眼就是白天，闭眼就是黑夜。它能照亮九重全壤的阴暗，因此叫做烛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烛龙都是一个上古大神，他创造了白天与黑夜，而自身也得以永恒。烛呢，最初的时候呢，是一条龙，它是火龙，是跟太阳有关系的，它代替太阳呢发出光，所以说它的眼睛一闭呢，天就黑了；它眼睛一开了，天就亮了，就等于太阳就出来了。它不饮不食不息，是吧？这是神的一个特点。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平凡的生物的话，那它一定会讲到它吃什么喝什么。所以说，它的这种功能是被当时记载的人们看作是一个具有宇宙大神性质的这样一个创世大神吧。如此宏大的想象，用寥寥数语呈现出来。烛龙被认为是创世神，或是主宰时间的神。烛龙睁眼天亮，闭眼天黑。他再度睁眼时，长度约等于一天。一天，成为人类最初的时间单位。远古时代，当时间的概念还未被定义，先民便把世界万物昼夜交替、刮风下雨都浓缩在西北海外一个山神的眼中，如同天地万物都在一只巨眼的映像里，或者说古人想象天空是活的，整个星空仿佛是一个巨兽。它睁开眼，世界清晰可见；它闭上眼，世界暗黑如夜。它凝视我们，就像我们凝视星空。这一次，我们换一种方式。假如我们能跟上古人天马行空的神思，让那些记载于史料文物里的神重新活起来，唤醒做墓人，让他用那根神奇的小天线，也叫醒那些沉睡在神话里的大神们，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位能掌控时间的神烛龙。于是众神纷纷登场了，大伙七嘴八舌，乱成一团。这时纵目人开口引入正题：因为我突出的眼睛，他们叫我纵目人。这样的造型就是对烛龙大神的崇拜呀！这边，魑魅魍魉说了：“就你，长个螃蟹眼睛，就是烛龙的代言人？你别不信，看看我们三星堆出土的神秘符号，天地之间唯有巨眼。”这个被横线分开的图形，就像表达眼睛的开合。开合之间有了明暗，也就有了阴阳。不断开合，时间也就开启了。过去、现在、未来，形成一条线，延伸到茫茫不可之中。时间一旦开启，就不能停止。这时，纵目人悠长地说道：“不，时间也有停止的时候啊！”众神齐看向纵目人。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纵目人说：“很久以前，烛龙大神不知为什么不再睁眼，大地陷入永久的黑暗，无日无夜，一片混沌。
于是族人向上苍祈求：“我们的烛龙之眼啊，你在何方？我们的大神啊，快睁眼吧！”有一个地方记载，他就是个火上神，因为他的火啊是从火上喷发出来的。他你刚才讲的，这个身长千里，事为昼，名为夜，都是他整个是一个宇宙，我们把它叫做宇宙史，这个世界是他变化的。远古时期，或许先民经历了漫长的火山爆发年代。浓浓的火山灰遮云蔽日，大地仿佛陷入一片黑暗。失去日月的照耀，于是古人的想象中就有了一个司掌天空明暗的神——烛龙。这时，南风神按耐不住地跳出来了。哎呀呀，你们说的烛龙和烛鹰很像啊，它也拥有睁眼为昼、闭眼为夜的神力，但它一吹风，世界变为冬天；一呼气，世界又转为炎热的夏天。《山海经》里也记载的一个神，身长千里，人面蛇身，通体红色。他睁眼为昼，闭眼为夜，吹气为冬，呼气为夏，不饮不食不呼吸，呼吸就会生成风。他住在中山，名为烛阴。这个叫烛阴的神和烛龙一样，具有睁眼闭眼切换日夜的功能。不同的是，还能掌控温度，吹为冬，呼为夏，比烛龙多了改变季节的神力。而且还描述他是中山之神，身长千里，横亘于中山之上。近代学者郭璞认为，烛阴即是烛龙，也许是同一个神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叫法。它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个叫做那个烛龙，一个叫做烛阴。那么按照清代的一些学者的一些研究的话，字音啊在上古的时候的有些接近的，所以这个就属于音变。但是从《山海经》里面的两处的记载来讲呢，他们的表述是几乎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同一个人。于是，在烛龙或者烛阴掌控的天空之下，更丰富的空间描述在《山海经》中展开了。夏季到来，温暖的南风吹拂而至；冬季，西北风呼啸，凛冬降临。《山海经》却认为，这样的四季分明是有4位神人，分别处东南西北4极，司掌日月长短，掌控四方来风。这时，南风神又接着说了：“你说的时间停止，也就是烛阴大神一愣神的功夫就可以做到。那次时间停止，乃是烛阴大神不知因何暴怒，绵延在中山千里长的身躯突然火光炎炎。最后，还是西北风神透露了一个八卦。据他说，大神的儿子火被天帝问斩了。这就难怪了，大神不食不寝不息，于是世界陷入死寂。哇，你看西北那边火红一片，那就是中山吧？坏了，大神的心火开始蔓延了。《山海经》记载了一个跟烛阴所处的中山息息相关的人，说中山之子名叫古，人面龙身，
他伙同钦培在昆仑山南面杀害了天神宝江，因此天帝斩杀了蛊。这里最为奇怪的是，这个蛊是中山之子，而烛阴为中山之神。不食人间烟火的中山之神，怎么有了中山之子？怎么又被天帝斩杀呢？中山其子曰蛊啊，他并没有点到这个烛龙的那个名字，他只是说中山。那么我们理解呢，中山是代指中山之神啊，是烛龙啊。那么中山之子曰蛊，他是这个样子变过来的。《山海经》常用语态是只讲故事的结果，不讲原因。先人更乐于把自然现象、奇人怪兽用拟人化的故事讲述出来。就在大家猜疑不定之时，长着9条尾巴的陆吴终于露面了。我知道这起弑神案，我掌管昆仑帝都，天神宝江就被杀死在我所辖之地。陆吴何许神也？体态如此奇怪，人面、5爪、5身9尾。他司掌着昆仑之丘，同时也掌管天之9部和天地院府的10节，等于是昆仑神山的大管家。吴接着说道：“经过我一番查找，凶手是一位山神钦培。钦培被我抓到后变，其实我只是从犯，真正的主犯另有其人。在我的逼问下，主犯是蛊，那位中山之子。事情瞬间变得复杂起来。何谓中山？烛阴身长千里，绵延于中山之上，中山即是烛阴，烛阴即是中山。话如实禀告天地，于是蛊被问斩了。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偶然事件，但背后其实是2个神系之间去交替的时候的一个体现哈。我们这个民族在早期形成的过程中，是一些小的部落小的方国，你信你的神，我信我的神。但是如果我们要合并变成一个共同体的时候，就一定要确定一下，到底是你的神厉害，还是我的神说了算。需要通过一些战争啊，或者说这种谋杀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完成一个神系的更替。几乎所有民族的早期的神话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权力交接的过程。《山海经》充斥着现代人无法理解的神奇之语，并想象出一个完整的神域世界。烛龙或者烛阴的故事，从海外北京讲到大荒北京，再跨越到西山景，从张尾山到中山，从昼夜转换到夏去冬来，最后以中山之子蛊，或许就是烛龙或烛阴的儿子被戮，草草收场。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理解的加深，最初的远古大神逐步丧失神秘，甚至也出现了死亡。远古时间之神就这样谢幕。自此，世界不再是单一神主宰，诸神时代来临。烛龙的这个神话呢，我们把它归到创世神话的一类里，主要是讲述的是关于世界的起源，山川草木的起源。但是呢，在后来的这个流传的过程当中，烛龙的这个神性呢，由于什么原因它是慢慢的是削弱了，人们更多的知道的是盘古，而忘掉了烛龙。先民逐渐摸清时间变化的规律，时间已经不能用眼睛的开合、嘴巴的吹呼来定义，
汉代《礼记乐令》中，一年被分作春夏秋冬4季，由4位帝君带领4位神灵轮流掌控。汉代《淮南子》里，4季又被细分为24节气，由《山海经》最早提及，思日月之长短生发而来的，体现细微季节变化的阴阳合力，最终确立。其实到了屈原的时代，他对于烛龙就已经有很多不解了啊。他说：“这个日安不在，烛龙安照，是吧？就是为什么太阳到不了的地方，烛龙为什么能够照亮那个地方？所以说，如果在《天问》里面问出了这样的问题，起码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这个神话形象在当时，起码在楚文化中是广为人知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在屈原看来，这个神话已经有令人费解的成分了。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对屈原的疑问解释为：天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国，有龙衔烛而照之也。烛龙的故事流传到汉代，从掌管日夜流转、吹呼之间冷热交替的时间神，成为点烛火照亮无日之国，偏居西北一隅的小神。龙衔火金以照九阴。那么火金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烛光和火烛。那么有龙衔着这个烛光，来照亮了北方极远之地的幽暗之地呢。那么这样简称下来，也叫烛龙。这个天不足西北，然后你就感觉这个烛龙衔火烛以照，你就感觉还带有某种悲壮的气质在里面。对，所以他对于这种诗意的气质，或者说他甚至赋予了这样一个东西一个美感这个美感是有崇高感的啊。想象如一根线，起于粗率，却能牵出千丝万缕。烛龙的神话辗转流传，更丰富的想象出现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开左眼为白天，开右眼为黑夜，开口为春夏，闭口为秋冬。正如烛龙的睁眼闭眼，《山海经》所开启的是一次历经上万年、一代又一代人不断提高认知的思想接力。先人第一次睁眼看世界，花费了整个神话时代。这一眼，我们不再是陌生人，我们一起踏上时间之船，探索未知，遨游从未到达的领域。睁眼，日光之下，砥砺前行；闭眼，梦之国度，滋养梦想。